如果你能穿越回2014年，会用全部身家买比特币吗？估计不少人会拍大腿说那必须的。但有这么一个女人，把这天上掉馅饼的机会变成了掉脑袋的陷阱。全球最大规模比特币洗钱案迎来关键转折。47岁的中国女人钱志敏当庭认罪，承认自己用6.1万枚比特币洗白430亿集资赃款。1978年出生的钱志敏，老家在江苏如皋，学历只有中专。早在上世纪90年代，她就开始在传销圈摸爬滚打。2013年还化名李霞，操盘过一个山茶油传销案，骗了一大笔钱后成功跑路，有了这次成功经验。他2014年在天津注册了家叫蓝天格瑞的公司，直接把骗局升级成了金融科技版本。最绝的是他的自我包装，明明是中专学历，对外却宣称是清华双博士，还说自己从美国带回来顶尖技术，怕被美国制裁，所以不能露脸。每次开推介会，他都蒙着粉白色面纱，坐着轮椅被信徒们抬上讲台，台下一群人高呼：“你给格瑞3年，格瑞给你3世富贵。”这阵仗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是某邪教集会，知道的才明白，这是赤裸裸的集资诈骗现场。他的理财产品设计得更贴心，投资6万，30个月内分阶段返利，最后能拿2-3倍收益，每个工作日都有钱到账。某位受害者回忆，当时就信了他美国技术加持的鬼话，看着每天到账的返利，把养老钱都投了进去。更狠的是，他把全国分成京津冀、东北等7大区，发展了无数网投拉人头，3年时间就吸了430亿，受害者遍布31个省市，多达12.8万人。这里插一句，有没有观众老爷遇到过类似的高息理财？其实识破这类骗局特简单，如果真有稳赚不赔的生意，人家凭啥带着陌生人发财？但当时很多人被每日返利冲昏了头，看到真的返钱，后来直接追加全部身家，直到2017年暴雷才傻眼。更阴险的是，钱志敏从一开始就没打算正经做事。审计显示，骗来的402亿里，只有2.1亿用于公司运营，剩下的不是被他买珠宝房产，就是偷偷换成了比特币。2017年4月，警方开始调查，他还在疯狂开推介会圈钱，把最后一波受害者的钱也卷走了。这操作简直是把跑路2字刻在了脑门上。2017年7月，眼看纸包不住火，钱志敏上演了教科书级别的跑路大戏。早在骗局破灭前，他就花25万美元买了本圣基茨和尼维斯护照。这地方估计很多人听都没听过，是个加勒比海的小岛国，面积还不如北京朝阳区大，得用放大镜在地图上找。但这小国的护照在某些圈子里特抢手，交钱就能办，还能免签英国欧盟申根区。后来警方发现，他光是假名就有张雅迪、花花等好几个手机号，微信号1个月一换，早就为跑路铺好了路。7月的一天，他带着一台装着加密钱包的笔记本电脑，化名张雅迪，拿着这本黄金护照先飞老挝，再转到新加坡，最后大摇大摆进了英国。整个过程行云流水。到了英国，他立马租了套月租金15万的别墅，雇了4个华人佣人伺候吃喝，每天的生活就是逛奢侈品店，最多一天花了近100万买包买珠宝。更搞笑的是，为了拿英国身份，他想跟当地一个华人结婚，结果人家嫌他又肥又丑，宁愿做朋友也不娶他。估计大哥到现在都不知道拒绝的是个百亿富婆吧。不过话说回来，这佣人团队也是猪队友天团，后来全成了指证他的关键证人，真是应了那句出来混迟早要还的。钱志敏在英国逍遥了1年，觉得风声过了，就想搞点固定资产。2018年，他看中了一套价值2350万英镑，约2亿人民币的庄园别墅，让助理温简去办手续。没想到就是这步臭棋，把自己送进了监狱。英国房产中介多精啊！一看这来路不明的巨款，直接报了警。过户时，警方要资金证明他拿不出来，当晚别墅就被突袭搜查。那台藏着6.1万枚比特币的笔记本电脑成了铁证。这里得跟大家科普下，为啥买房子会露馅儿？英国对反洗钱抓得特别严，超过一定金额的房产交易必须提供资金来源证明。就像咱们国内转账超过5万要登记一样，钱志敏这操作相当于抱着炸药包往警察局冲，不被抓才怪。这案子最让人津津乐道的就是钱志敏2014年花4.3亿买的6.1万枚比特币，现在比特币价格涨到11万美元一枚，这笔钱直接变成了480多亿。
翻了100多倍。很多人说他是投资天才，误打误撞踩中了风口，但真相其实没那么简单。我先得明确一点，他买比特币绝对不是为了投资。2014年比特币还没那么火，普通人根本不知道这玩意儿是啥。钱志敏之所以选它，纯粹是看中了虚拟货币的3大优点：匿名性、跨境性、难追踪。这简直是为洗钱量身定做的工具啊！它的操作流程特别鸡贼，先把骗来的钱转到下属的火币账户，换成比特币后提到自己的匿名钱包，再把钱包私钥存在笔记本电脑里带出境。整个过程绕开了银行、外汇管理局等所有监管环节，比地下钱庄还隐蔽。后来警方查到，他前后一共花了11.4亿买虚拟货币，除了比特币，还有其他币种，只不过比特币涨得最崩而已。不过钱志敏千算万算没算到比特币会涨这么多。2014年买的时候大概1000美元一枚，2021年最高涨到6万美元，现在更是到了11万美元。当年4.3亿的赃款，硬生生变成了480亿的烫手山芋。有网友调侃，要是他没跑路，现在说不定成了福布斯富豪榜常客。但玩笑归玩笑，这钱每一分都沾着受害者的血泪。2025年9月29日的钱志敏案公开庭审，本来钱志敏去年还嘴硬，说自己否认所有指控，结果庭审第一天就改了口，承认了只有犯罪所得财产和转移犯罪所得财产2项罪名。这波反转看得人目瞪口呆，他为啥突然认怂了？其实这里面全是算计。首先证据实在太铁了，笔记本电脑里的钱包私钥、火币账户的交易记录、佣人的证词，甚至他买圣基茨护照的收据都被警方找到了。再嘴硬下去，只会判得更重。其次认罪，能争取轻判，还能在财产处置上强点主动权。毕竟对他来说，判几年已经不重要了，这480亿的归属才是关键。说到这480亿，现在可成了烫手山芋。英国警方2021年就冻结了这些比特币，但怎么处理一直没定论。根据英国2002年犯罪收益追缴法，如果没人能证明这些资产是自己的，那一半归英国警方，一半归英国内政部。这就意味着12.8万中国受害者要是拿不出证据，这笔钱就成了英国政府的意外之财。那证据难在哪儿？主要是虚拟货币的溯源问题。虽然区块链交易可查，但要证明钱志敏买比特币的钱就是骗我的那笔钱，简直比登天还难。不过受害者们也没坐以待毙，他们委托律师向英国高等法院提交了民事追偿申请，还会通过远程视频出庭作证。中国警方也在积极配合，准备派办案警官去伦敦出示证据。更关键的是，钱志敏认罪了，他的供述能成为证明资金来源的重要依据。这事儿现在看还有点希望。跨境追赃本来就是世界性难题，尤其是虚拟货币，因为各国法律不一样，有的国家把比特币当商品，有的当资产，还有的直接禁止。中英两国虽然有司法合作框架，但流程特别长，光是证据互认就得花好几年。有数据显示，全球每年通过虚拟货币洗钱的金额超过3000亿美元，年均增长率高达32%，跨境犯罪占比更是超过65%。2025年 G20 峰会专门讨论了虚拟货币监管，打算建立全球统一的反洗钱标准，要求交易所必须实名认证，还要上报大额交易。要是这个标准能落地，像钱志敏这样的洗钱操作难度会大大增加。聊了这么多，最后还是要落到咱们普通人身上。钱志敏案给我们上了生动的一课，虚拟货币不是暴富密码，很可能是杀猪刀。这里总结了3个避坑指南，大家一定要记好，千万别信高息理财和加密货币投资骗局，陌生的匿名投资绝对不能碰。有人会说，我这是暗网投资，不用实名，稳赚不赔，这纯属扯犊子。匿名意味着没有监管，人家卷钱跑路了，你都不知道找谁。最后保护好个人信息，别被精准诈骗盯上。钱志敏能骗到12.8万人，就是因为他的团队收集了大量个人信息，针对老年人、生意人搞精准营销。大家平时别随便在网上填手机号、身份证、快递单、银行卡账单，也要撕碎了再扔。要是真不小心被骗了该怎么办？一定要第一时间报警，提供转账记录、聊天记录，所有证据，联系银行冻结账户，阻止资金转移。如果涉及虚拟货币，告诉警方钱包地址、交易平台。现在警方能通过区块链追踪资金流向，虽然追回来的概率不一定高，但不是就一点希望没有。钱志敏案还没结束，接下来的量刑和财产处置还要持续几个月。
但不管最终结果如何，这起案件都给我们敲响了警钟。记住，天上不会掉馅饼，只会掉陷阱。咱们下期再见。